在介绍了这么多 Obsidian 的外挂以后呢，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样式档。这个样式档呢叫做8+8 Highlight Colors。那透过这个样式档我们只要把它安装在我们的 CSS 片段资料夹里面，并且启用它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笔记里面的文字呢，某一段的文字就可以让它做不同颜色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现在荧幕上看到的这一个红底白字，或者是这个布景主题这一个绿色的字体或者是像我们在这个颜色代码这个表格里面定义出来的这么多的不同颜色的呈现那这一些呢都可以透过这个样式档来达成。那这个样式档的作者他很巧妙的利用了槽状的标签，也就是多阶层的标签我们只要透过这个标签，使用井号 H 斜线后面再带一个颜色，这样子的方法呢，就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颜色那这个当然是透过样式档的来设定。那因为它是使用标签，因此在我们最右侧的这个侧边栏里面我们的这个 H 井号 H 这个标签呢，它就可以做统计的因此我们所有笔记里面的不同的颜色呢，其实都可以透过这一个标签可以直接找到它因此也可以做这个查询。比如说我要找到我所有的笔记里面有使用到红色这个颜色的笔记到底有哪一些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标签面板上面点击一下，那我们的搜寻画面呢，就会把我们带有这一个标签井号 H 斜线 Red 这个颜色呢，就可以呈现出来所以它不是这个样式档呢，除了可以让我们变更我们的样式的外观以外让我们的笔记可以显得更多彩多姿，有不同的颜色变化之外，其实我们也可以拿它当做标签来使用，因此我们也可以很快的搜寻到我们一些标示不同重点的一些笔记。那以下我们就来介绍怎么安装，然后呢它的使用的语法到底应该要怎么来写。要使用样式档呢，我们首先就是在设定的画面里面点击外观，往下找到这个 CSS 片段然后呢在这个 CSS 片段里面呢点击右边的这个开启 CSS 片段资料夹。然后当我们的档案专管开起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下载下来的这个刚刚讲的这个8+8 Highlight Colors 这个 CSS 档呢，把它储存进我们这个资料夹里面只要把这个档案储存进来，然后呢记得就是再做一下重整重新载入 CSS 片段，然后重新载入以后呢，你放到档案总管里面，刚刚这个资料夹里面的这个档案呢，就是我们把它改名成是 highlights.css 这个档就会出现完以后呢，你记得把它启用。那这样子做了这个动作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来使用8+8 Highlight Colors 这个样式。要使用这个样式的语法非常简单我们只要在我们要标示成不同颜色的文字前面用井号，然后 H 小写的 H 再加一个斜线，后面再带一个颜色，那再空一格，后面接着呢就可以指定背景颜色，或是粗体的前景色，或者是斜体的前景色那如果是要设背景色的话呢，我们要把我们的文字前后呢用等号2个等号把它夹起来那如果要粗体的前景字呢，就是在文字的前后呢用2个星号。那要斜体字的话呢，就是在文字的前面跟后面加一个底线。那透过这样子的形式就会呈现出不同的这个颜色那这边有几个小技巧就是井号的左边一定要有一个空白，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标示文字开头的地方最左边呢要有一个空白，然后后面就可以设定我们的颜色了然后因为我们在编辑的时候经常会因为有中文的关系会造成游标定位不是很准确。那有时候我们需要做修改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井号的左边加上那个倒引号。那有了倒引号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般的程式码的方法来编辑它。那这个时候呢游标移动才会比较正确。然后真正整个输入完毕以后修改完成以后，再把倒引号给删掉，这样就可以了还有呢这刚刚有讲过我们的井号 H 这个标签呢，事实上是可以做统计的不同的颜色可以做一个不同的统计，而且也可以马上来做查询。
那后面我们就来讲一下它的这个颜色代码。那在这边有列了16个颜色的代码哈，比如说 white、black、red、aqua 等等等这些颜色呢，都是我们可以直接来使用的。假如你想要使用更多的颜色的话呢，当然你就是去修改它我们下载出来的这个点 CSS 档，然后在里面呢增加一些其他颜色的设定，这样子其实我们就可以来直接使用它了哈。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哦，这个实际上我们真正使用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哦？我们来看一下哦，你看哦，像这一个我先把这一段呢加上，让它变成是刚刚讲的用倒引号的方法哈，把它呈现出来哈。那这样子游标的移动就会比较正确哈。比如说呢，我们用井号 H， 然后斜线 white， 它就会变成是使用白色这个颜色，然后后面用2个星号呢，表示是我这个 white 呢是用粗体的形式来显示的。那后面这个是用等号哈，那等号2个等号的意思呢，就是背景的颜色，因此我们看到的格式呢才会是像目前看到这个样子哈。好，那这个是编辑状态嘛哈，我们如果把它切换成显示的状态，就会看到这个是预览的状态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了这个颜色，知道了这一些设定的这个格式以后呢，基本上我们要做的这些颜色我们就可以自己调配出来了哈。比如说我们这边这个范例哈，就是我强调这2个字要有底色哈，所以我们就是用H 斜线 purple， 当然它就会是紫色的。那因为用了等于，所以它就会变成是背景的颜色。那后面这个红色呢是井号 H 斜线 red， 然后呢是用星号，因此它就会是形成是前景的颜色。那后面用斜线 green 啊，用底线，所以它就会变成是斜体字啊。那这个是基本颜色哈。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希望它有背景颜色的话呢，然后里面呢又是有不同的字体的话，那就是用槽状式的设定就可以了哈。比如说我们最外面这一层哦是用白底，所以 white， 然后前面呢会有2个等号，结尾的地方呢有2个等号，这个就会变成是白底。那红字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再用星号的方法，然后指定是斜线 red， 它就会变成是红字哦。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用2个井号 H 的方法组合成另外的一种格式出来。好，那这个就是实际上我们要使用的方法哈，其实非常简单的。那最后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安装啊？就是你从我这个提供的这个网址哦，基本上就是你可以用这个哈，由 GitHub 下载，或者是相关连结里面这一个 CSS 下载，都可以下载到我们刚刚讲的8+8highlight color 点 CSS 这个档案，然后呢把它储存到 CSS 片段资料夹里面，再启用这个 CSS 档，这样就可以了啊。那有了这一些设定以后呢，你有需要做这个文字变化的呢，就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了。那基本上这种方法哦，会比使用这种标签的这个方法呢还来得简单的哈，而且对我们文字的破坏性哦是比较小的。那因此我很推荐大家可以来试看看这一个 CSS 档。那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布景主题哦，在我们这个产生好的这些笔记内容，我们要把它绘出 PDF 的时候，它有时候有一些格式会不是很正确。那像如果你碰到这种绘出 PDF 的时候，跟荧幕上看到的颜色哦不是很一致的时候呢，你就去换另外的主题哦，多试几个主题就可以了啊。比如说我现在用的这个 Docula， 它就产生出来的 PDF 呢就会蛮正常。那我们今天哦就是介绍这一个8+8 Highlight Colors 这个 CSS 档，那希望让你的笔记的内容看起来更活泼、更鲜艳、更动人的，有这样的外观的呈现的话哈，就可以使用这个 CSS 档来做操作了。好，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